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。期待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阿姨，您看我们这个湖景房啊，那就是那儿吗？对吧这是？公园啊，阿姨。这不是湖吗？这我朝们那个这面就挺好的。你可以，只要你喜欢，这没问题。对呀，我们也可是吧以。哎，你好。啊，这是我女儿。哦，姐你好。来，听阿姨一直念叨您，说嗯您孝顺。我们的车一会儿来了，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？是吧，阿姨？对，去哪？在说什么？看房子。哦就那儿。阿姨没跟您说是吧？那您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湖景房，地段特别好，而且朝向都好，周围环境也好，特别适合老年人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事，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朝向。我说不用，我跟阿姨还有事聊。哦，那行。嗯，阿姨，我先走了，我们电话联系好不好？哎好嘞，拜拜，姐。哎，那你慢点啊。哎，好嘞，阿姨。哎，你没事别跟人家乱聊天，还留什么号码给人家，专门骗老人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懂。来，坐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跟他们说话，我就逗逗他们好玩儿。哎呀，那个嘴可甜了，说阿姨，今天下雨啦，出门带上伞。哎，你跟他怎么说？说多少他都不烦的。还有一个，你跟他说话，他要送很多礼物，这是免费的。你看鸡蛋，有伞，有小扇子，还有牙刷，还有那搓澡巾，你要不要啊？你是挺精的啊，不怕你被骗啊？啊，对了，你还没吃饭呢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周凯那个店里吃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啊我不吃，跟你说两句话呢。来，喝水。你还记不记得在中考的时候，我拿了全镇第一啊？你第一啊！哇，这么厉害呀！啊！那时候你就说值得庆祝，带我去吃了一个炖猪脚，那还是我第一次上饭馆呢。哦，炖猪脚，哇，那顿饭好贵呀！你弟弟周凯，你说他多淘啊！把你班主任的儿子就那仔仔，咔一个大嘴巴子打上去，班主任就说要赔很多钱，又要处分他，说学都不能上了，我愁的。哎，突然他有一天老师就把我叫过去了，说不处分了，也不用赔钱了。哎，这是个大喜事，对吧？那个又要庆祝一下，炖什么来着？炖猪脚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房子，你看那个桥那边，哎，那小伙子劈了，就那儿，你看见那小洞洞没有？还有个黄鸭。Surprise！ 你这么早回来啊？你是不是等很久了？也还好，我的情报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。谢然跟我说你下午早早就出来，吓得我赶紧回来布置。毕竟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单独过结婚纪念日。开酒吧，我带下酒菜了。我都不知道你买了这个，我还给你做了牛排，要不要尝一点？等等吧，我今天特别想吃炖猪脚。看着不错。
这在你们家那边怎么叫啊？就叫闽南炖猪脚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也学一学，改天做给你吃，要不然每天翻来覆去都是煎牛排。不用了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还要学做这个？别这样夸我啊，我可是会骄傲的啊。毕竟求婚的时候，我可是给你许了一堆愿望的。什么家里家外都要听老婆的，永远不要让老婆受委屈，以上这些几乎都没有做到。除了包办家务这一点还算马马虎虎。其实我也是会做饭的。是吗？小时候在家里，我天天在做饭。我都没怎么听你说过你小时候的事儿。你说你家里人走得早，我也没敢问你，怕你伤心。说说你小时候吧，我只记得我看过你胖乎乎的照片。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我小时候，玉树临风，迷倒万千少女。这梗是不是太老了？太老了，比这个炖猪脚还老。小时候，可能因为我爸妈生我都生得特别晚，当然他们很爱我，但是我们家气氛跟其他同学家里不太一样。别人家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的，我们家就永远很安静。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小时候个子长得特别矮，我现在这个子都是上高中的时候长起来的。我从小在学校里永远都是坐第一排，没什么人关注我，我也没什么朋友，每天就是自己去上学，然后回到家里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看书，然后再去学校，2点一线。完全看不出来。我看爸妈现在这样挺热情的，我也都快变成社牛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吗？在德国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一个人独自在外，无亲无故，然后语言又不通，为了练口语，我就强迫自己多跟人交流，一来二去，反而把自己打开了。说回我小时候，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太孤独了，所以我从小我就幻想，将来自己有了家庭，一定是要那种热热闹闹的，就算偶尔吵架，偶尔鸡飞狗跳，在我看来，那也是温暖的。照你这样说，我们家显得格外冷清哦。哎，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就是你第一次去我们家过年，大年30，整个厂区里里外外全在放烟花爆竹，噼里啪啦此起彼伏，电视里在放着春晚，我爸好大的嗓门一直在给各种人拜年，我妈呢里里外外在张罗第2天亲戚来要吃的菜，你也一直在走来走去，在打电话，一直在交代医院的事情。就那天晚上，就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晚上。现在想起来，如果在那个画面里面再加上一个我的孩子，对我来说，那就是完美了。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慕尼黑有一个叫 Camp 土耳其的超市，距离我们的医院大概2公里。我当然记得，他们家有一个卷饼是你最爱吃的，对吧？我一点都不爱吃，那是因为我下班时间是7点，正好打5折，就只有那个选择。哎呀，我那时候还以为你特别喜欢吃，还傻乎乎的每天去给你买，早知道我。17年那个冬天特别冷，你记得吗？啤酒节过后下了一场大雪，我只要值夜班，你就会带那个卷饼跟一杯咖啡来等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加了一台手术，到凌晨2点多出来没见到你，我特别慌，给你打了电话，但你手机关机了，我就跑到你的科去找你，远远就看到你在跟 Dr. Chen 一直讲工作，我就坐在医院的椅子陪着你。
喝着你酸的咖啡，吃着硬到不行的卷饼，陪着你到天亮。我们在一起回公寓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完全不记得，好像失忆了一样。哦，那时候太糟糕了，有什么工作非得要那时候去。一点都不糟糕，我觉得那一刻，你就是我一辈子要依靠的人，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奋斗，一起聊工作，一起吃苦。那个晚上，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。我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我们一起创办格木，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也是一起面对。你看，我们其实就应该像这样多沟通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只要是我们有好的交流，它就是可以被解决的，是不是？你刚刚说，你心里最美好的画面，就是一家人在一起，有一个孩子。那个画面是我最害怕，跟最恐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跟你说我家人都过世了，其实我是骗你的。我今天下午去见了我妈，我还有一个弟弟。自从我弟出生之后，我妈就觉得我是多余的，从来没有好好爱过我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看住弟弟。你之前跟我说你想要孩子，我一直在应付你，我一点都不想要，因为我童年太痛苦了，我不想把那个痛苦带给下一代。原来这么多年，我根本都不了解你。对不起，我应该要跟你说实话。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。我们离婚吧。完工，行了，又熬完了一轮，格木这组算是彻底翻篇了。从今天起到后天，各组放假调休，允许失联啊！谢谢公主。璇儿姐，这回一顿火锅给我们安排上呗？没问题，
你们吃，我买单。朵姐，我必须给你磕一个。来，你给我磕一个。你磕一个给我看看。我开玩笑嘛，男儿膝下有黄金嘛。小姐，你们跟着瞎写什么风？又不是接你的。小姐，我看这狗是公爵啊。不该看的别看。来，哥抬着头。啊！烟火，丁志克，在呢，快点，来了，在呢，还在房车上呢。等我拍完这场啊，哥，把衣服穿一下。啊，等会儿再来一遍的时候，咱们就这样。道具呢？哥，一共有2个血包，左肩一个，右腹一个。我一会儿在这边报的时候，你头往右转就可以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样 OK 了，可以了是吧？来，准备10发。注意安全。哎，妈，来。一会儿饿了吃啊，我先过去了。小心点，好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拜拜。好，来，准备10发。来，开机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士林已成大火，在接获报案后，第一时间出动了12辆救护车。刚刚急救中心来电话说，附近的医院都饱和了，从人民医院分流了14名伤者，葛木离得最近，又有烧伤救治经验，估计还有个5分钟就到了。叫护士清点急救用品，顺便清空治疗室还有手术室。快去！各位客人请注意，发生紧急状况，非紧急的客人先必须暂停。你去拿点礼品，就找几个人帮忙，多拿啊，有多少拿多少。还有各部门医生到大厅集合，谢谢。大家听我说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有突发情况，希望大家都配合一下。今天所有预约的客人，今天所有客人，我们都送大家一份护理套装，下次您再来的时候，统一打95折。你看，说一大排房子全烧了，现场还挺严重的，准备打硬仗吧。怎么样？伤者伤势怎么样？不乐观。现在就怕咱们院的血不够，还有点包敷料这些。而且有14个病人，咱全加起来也就20个医生，我们整不过来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有10几个烧伤病人马上要送过来了，所有医生都去大厅等待了。小陆、小胡，你们这也是烧伤科的，你们来做主力。然后呢？他在手术上呢。走。快！慢点啊，都小心啊！稳点啊！来，走，往里推啊，往里推啊！走！体温正常，没有伤及内脏。小胡，这患者交给你啊。这台什么情况？手臂2级烧伤，其他部位已经做了敷料覆盖。陈明杰，交给你了，快去！哎，这个伤口交给你啊，你可以处理的。喂，小七，你别愣在那，快进来！烧成大面积烧伤，还来不及做清创。秋阳，对照给你。先帮他降温，给他做清创。这么大伤病，我自己做不了。自己想办法。你先给他输上液，忍着点头。忍一下，马上好。检查点啊，热头。这生理盐水不够凉，你再去拿些凉的来。陆医生，体温控制住了，补了液，初步判断是12度，没有感染迹象。交给我吧，你去忙吧。伤者情况怎么样？
考虑爆炸物经右胸前方穿透胸前壁，并肺组织，抵达胸后壁，未贯通。他咽部有点水肿，暂时不能插管，先给他吸氧。我保守估计，至少有10几片的爆炸物在他胸腔深处。哦。气胸，血压爆炸，准备手术。报告村长，暂时不能手术。他是 RH 阴性血。您好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不营业了。不是，我找人，市里影城不是着火了吗？送来好多伤员，有没有一个烧伤的叫丁志克？我帮你问一下。他穿什么颜色衣服？黑背心，黄色头发，个子不高，您见过吗？哦，是不是那个？这胸口有个洞那个。现在只能做简单清创，然后做胸腔壁式引流处理，暂时控制气胸。我已经让魏小溪盯着了，时刻注意他的引流情况。现在就差血了。RH 阴性血呢，没办法临时调集，血站里面也没备血，现在只能找献血人了。这种情况最多只能撑8个小时，必须得做手术。哇，要楚老在就好。什么时候才能联系上他？刚联系了啊，他上飞机还得10几个小时呢，没那么快。哎，张主任，这位是丁志克的家属。主任您好，我是桃子，我是郭璇的化妆师，咱们之前见过。哦，我记得你，桃子。你是丁志克的？他是我男朋友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来，他在这儿。这儿是吗？哎，你现在还不能进去。哎，你能联系上丁志克的家属吗？他现在需要立即做手术，需要大量输血。他是 RH 阴性血，是稀有血，血库里是没有配血。R 什么血？他不是 A 型血吗？他是 A 型血里面的 RH 阴性血，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，只有找到匹配的血才能救他一命。对，而且最好不要是直系亲属的血。那我没有他家里人电话，但我可以找找他手机。他家里人有没有就在荣川的呀？没有，他家是陕西的，只有他跟他哥出来了。去年他哥结婚就先回家了。还是先找献血的人吧。我能不能看看他呀？暂时不行，他正在隔离监护，我们也在等血，才能替他动手术啊。他会死吗？好，好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你看他们几点到？好，跟上点，跟上点。好。再查一下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都别问。你这个伤口是被狗咬的吧？摔的。你的伤口不规则，又有撕裂伤，一般是咬合很强的大型犬才会造成的。即使这个狗有打疫苗，你可能也有感染狂犬病的风险。老实说，修复这个伤口并不难，但是你必须跟我讲实话，我才能对症治疗。 5床6床烧伤面积比较小，我们做了降温和镇痛处理。7床面积比较大一点，手掌3级，手臂2级烧伤。周主任，他们今天都不回去了啊！你们都听周主任安排，好吧？好，放心吧。辛苦大家了啊！重点是术后的护理，要预防休克，保持呼吸道畅通。换药的时候记得要把那些坏死组织给处理掉。补液抗感染，对症治疗。
谢谢你们，谢谢啊。小陆，人员的安排就交给你了。好。你先去吃饭吧，魏医生，我帮你看着。没事，我自己盯着，放心。他现在右胸上面的这个伤口直径大概有13厘米，他这种情况还是得考虑做下腹的皮瓣移植。下腹盖得住吗？差不多了。我觉得骨前外侧皮瓣面积够大，只不过就要做显微外科吻合。大腿面积是够，那就像你说的，还得做血管吻合。操作起来也更复杂，而且还有皮瓣不成活的风险。我现在最焦虑的就是血呀，血啊，只阴性啊。跟朋友圈发了一圈求助了，也没人反馈。现在医院不知道怎么了，特别缺血，尤其是他这种稀缺型的学校。丁志科是你接诊的吗？是啊。警察找你。能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？从创面的情况来看，近距离爆炸的可能性比较。行，基本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，感谢你们的配合。如果丁世克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来，警察同志这边请。桃子啊，刚刚那两个警察找你干啥子？他们就是找我了解一下情况。我都想问你一句，大火是不是老丁弄的？不是他，他是管烟火的，他离得最近，不是他有哪个？你告诉我，真的不是他，肯定是他，肯定是他。要不然是他。我们都想了解是不是有人的男人？不是他。看看我这腿，都伤成这样了，我以后还能娶媳妇吗？再看看我这个手，我起码半年才能好，最起码半年时间，我不上班吗？好了，大伙心情我都能理解。这警察调查结果不也还没出来，是吧？这火也不是他放。你们冲人一小姑娘发脾气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对你们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各回病房，好好睡觉，安心养伤，好吗？你们几个护士都杵着干嘛？回去吧，我不上班，我怎么办？我哪能会啊？睡个好觉啊，伤好的快啊！真是。乔主任，开个小会啊。别说了。人家民警还在调查呢，您这就给人定罪了，非让人转院，咱这不至于吧？以前是不至于，您来这半年，咱可太热闹。我给您数数啊，江荣、郝鑫、林强，现在又加一纵火犯，您是怕革命没钱买热搜啊？您看我给您省了多少广告费啊？太说了，这正说明我天赋异禀啊，做一个红一个呀。我个人无所谓，大不了是公关麻烦点儿。咱革命形象经不起这么折腾。这丁志克还没脱离危险，咱是不是得先救人呢？万一这会儿人突然没了，这对革命形象多打击！是啊，咱想救人，那现在血都没找到，这没办法呀。抱歉，来晚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。孟浩然，真的是他吗？我说那样你还认识？绝对是的。你看这张，你再看这张，看这帽子他都戴100多年了。说谁呢你们？孟浩然，就是那个男团队长，人家刚出道就上桌拍戏了，就今天找我。就是过来看剧组同事的。哪儿啊？直接上 VIP 了。没人看见你吧？我都说了没事儿了，公爵还好吗？让小徐带回家了，等回去再好好教训他。你也不能怪他呀，他平时很乖很听话的，从没有伤过人。那么大动静，他也是受到惊吓了。还疼吗？
这伤没什么事儿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被拍到了就麻烦了。拍到正好，血丝风雨，正好你嫁给我。孟浩然，你清醒一点儿。这事儿要是爆出来，塌房的是你，挨骂的是我，咱俩都得完蛋。赶紧走，多看你一面我都烦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跟做贼一样。你去看看剧组那些人，被拍到也有个说法。帽子、眼镜、口罩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小孟哥。璇儿在咱们医院，她怎么了？动物咬伤，没什么大碍，我都处理了。好嘛，一个当红主持人，一个纵火犯，隔幕埋着2个定时炸弹呢。要我说，这丁志克呀，尽量安排转院。这郭璇就能保密，丁志克就得转院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也是为患者考虑，咱就是一个专科医院，能力确实有限，不是质疑您能力啊。转院呢，也不用您跟周主任操心，我安排。他现在是开放式气胸，这种往往都会合并成血胸。血胸就是伤口内出血，这万一人休克了又没有备血，那就彻底没救了。这种情况太危险了，我坚决不同意转院。8小时内手术，您说的吧？还剩5小时，我血没找到，手术怎么做？血站来电话，血找着了，上海的献血者最快4小时能到。5小时肯定搞定。哇！现在整体节奏太松了，你给我剪紧凑一点。那么多素材你不会找吗？你现在是台手术视频，你自己看有紧张感吗？公爵，别叫了，公爵，过来。没事吧，学姐？司机！师傅，我按照您说的，在密切观察，每半个小时记录1次，持续吸氧每分1升。他目前各项生命体征都很稳定，呼吸也没有异常，引流物性状也没有发生变化。接下来4个小时最关键啊，你千万不能松懈，尤其这个引流情况有异常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清醒一点，别一天到晚跟没睡醒似的。背上，背上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这本来都是我们的活儿，大家都看在眼里的，加油！医生，你们是不是不打算给他治了？听谁说的？大火跟丁志克没关系，他是被冤枉的。网上把他的信息都扒出来了，说他因为抽烟引发的爆炸起火，是不应该救他。可真的跟他没关系，我求求您了。救人是我们的事儿，他们说了不算。
狗咬伤大多不规则，伤口也比较难处理，尤其这个部位活动多，张力也比较大，疤痕能不能在预期当中恢复，就要看你术后的减张护理了。我看你啊，至少要住院1周，但是你也别焦虑啊，我们之后会帮你用激光的处理，大概半年吧。你脸上的伤基本上上妆都看不出来了，上镜也没问题。你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士林影城大火的伤者，情况怎么样？哦，大概伤了10几个人吧，目前伤势有轻有重，还……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？献血者中途变卦？血站联系接机，没想到他根本没上飞机。这件事情全民关注，他怕被网暴，不想淌这个浑水。他不来，丁志克可就没救了。我早说什么来着？你看现在，舆论一边倒，都认定这丁志克就是罪魁祸首。如果他在咱革命出什么意外，神仙来了现在都说不清楚。献血者最晚要赶到6点半的班机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燕姐，还有1小时。我再联系上海的朋友，看看能搭上什么关系。那我也联系转院的事儿呗。现在转院，转院了面对的问题不还是一样的吗？这是让他去等死呀？那死咱这儿。哇！桃子说，丁志克是被冤枉的。姐，要不然您告诉我您在哪儿，我去找您，好不好？桃子，你之前说丁志克是被冤枉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但有人能证明。谁啊？说啊！我不敢说。这人都快没了，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？这人我认识。桃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姐，你好点了吗？我给您发那么多消息，您看见了吗？哦，是吗？我这受伤了，在这静养呢。我看看啊。郭总，您是在士林影城受的伤吗？士林影城？哦，着火的那个是吧？对。跟我这伤有什么关系吗？我男朋友是那个烟火师丁志克，个子就不高，然后头发黄颜色，您记得吗？不重要了，他现在伤得很重，他需要别人输血才能进手术室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起火之前我们俩打过电话，他说他看见您了。看见我了？对。那他肯定是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我们俩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听见狗叫了，还有人尖叫，那就是您的声音，后来就起火了呀。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郭总，丁志克现在也在我们医院。这网上现在都在说，这场大火就是因为丁志克抽烟引起的，所以全网都在谴责他。我们现在好不容易给他找到血型匹配的人，现在也因为传言就反悔了。所以，姐，只有你能证明他是无辜的，只有你能救他的命。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我这伤需要静养，请你们先出去，好吗？行，你先休息。不送了啊。来吧。姐，你就录个视频，说几句话就行了，求你了，大家都会相信你的。桃子，我是真的很想帮你，但这视频我录不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没见过你男朋友。姐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姐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我知道是人命，但我也不能撒谎呀。你就是在撒谎呀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是怕你出轨的事儿被人知道吧？我警告你，别在这儿胡说八道。
你让我去剧组帮小梦哥化妆，他微信置顶的动漫头像跟你的是一样的，你们是情侣。闭嘴！我什么都知道，你们俩早就在一起了。我让你闭嘴！你一受伤，小梦哥来的比方总都快。这是一条人命。我让你出去，滚！方总，方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不想知道。病人需要休息，二位，出去。来吧，跟我来。来。桃子，你真的是太冲动了。我刚刚去问那些病房所有的病患，他们说在着火的时候根本都在干活，根本没注意到。哎，那帮人怎么样了？病房谁顶？小鹿跟陈明杰呢？就是璇姐呀。大丁说看见她牵着公爵，公爵是小梦哥的狗。大丁还问我说他俩什么关系，我还骂他呢，说他多管闲事。你刚刚说那个公爵是什么品种啊？是黑背，特别大。他有一次站起来扑我，都快赶上我高了。对上了，他那脸上的伤口就是大型犬咬的。哦，那刚刚进去那方总他是什么来头？那个人就是方宇，璇姐的经纪人，也是她老公。他俩关系好吗？我记得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没见过他。一般吧。我都跟了璇姐5、6年了，录节目、拍戏什么的，璇姐朋友圈都不发他，他也很少来现场。哎呀，但这也不能说明问题啊。你朋友圈平时也不发秦总吗？不会是离婚了吧？也曾独站在没有月光的面，望着你温软的身影，温暖的也曾见我，耗尽了这不甘的